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制作这个提图的女童版的导大袖，那是用平裁法来制作，然后呢是不利用纸样来制作，而是直接利用就是量体的数据，而且这个导大袖是 A100的这个形式，那么现在大家看这个视频上，我有标注是布料正面和布料反面。那翻开在里面，这个布料已经是折叠好的，那么在里面的呢是布料的反面，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布料是正面朝外的。在这个蓝色的箭头方向呢是布料的纬线方向，那黄色箭头呢是布料的经线方向，也就是布料的这个长度方向；蓝色箭头纬线方向，也就是它的这个布料的幅面，也就是它的宽度的这个方向。那么，如果你是照我现在那个视频上面所显示的，是把布料的反面折在里面的话呢，那么你制作出来的这个旗袍它的这个开襟呢，就会是在左胸。就是左开襟，那么你只需要把这个布料的正面折在里面，而让布料的反面在外面的话呢，那么你折出来，你最后制作出来的这个旗袍，那么它的开襟就是在右胸，是右开襟了。这个制作方法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你做左开襟还是右开襟，也就是在这里你是把面料的正面折在里面，还是把面料的反面折在里面。那么反面折在里面，那你做的是左开襟；那么正面折在里面的话呢，那么你制作的是右开襟。这还有再讲一下，这个左开襟和右开襟其实并没有一个就是学术界的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定，就是说只能左开襟或者右开襟，其实到后期都有，而且前期本来也都是有的。那有一些学者说是左开襟是宜人，这个已经是被很多的专家已经用文史论据已经批驳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只讲它的，只讲制作，我们就不要去纠结它是左开襟还是右开襟。总之，这两种方法就是唯一的区别，就是你是把正面或者是反面折在里面，后面的制作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啊。你其实就是不用太过于纠结这一点。好，那么我接下来讲的就是做的是左开襟的，所以说你就是如果做右开襟，你只需要折叠的方式，就是前一步折叠的方式，把那个正面折在里面就可以了，我就不特别再去说明了。好吧，然后现在我们看到视频上啊，我们的面料第一折已经折好了。那么这个蓝色虚线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中线中线位置。那么它是顺着这个布料的长度方向的。我们把面料整理平整之后，熨烫平整将中线先熨烫出来。然后我们沿着这个黄色的箭头的方向呢，把这个面料进行第二次折叠好，我们折叠好了，也是就是边缘部分底边对齐，那么等于是把它中线再一分为二。那么现在可以看到画面的这个视频画面的左边，它实际上是两层了，因为那个中线是连在一起没有剪开的。那么你从右侧你可以看到我标注了1、2、3、4，那么就是这个时候实际上这个面料折叠之后，在这一边呢是有4层的那个顺序就如图所示4层。那么我们把面料再整理一下，再继续熨烫折痕。那么现在呢，这个折叠好的这个长方形，那么它在竖着的这个对折之后的这个中线的这里呢，这个长度就是我们的裙长。那么一般来说，这个裙长是从侧颈点一直到小腿中段一定要超过膝盖。那么当然你也可以自己自由来决定。那么在折叠过后的宽度方向上，也就是现在画面上的横线的方向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从我们的
左的手臂平举之后，左袖口到右袖口之间的这么一个通袖长除以2的距离。所以说你知道你自己的那个从肩膀到袖口你要做多长，你量出来了之后再乘以2，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肩宽，然后再这个总和之后除以2，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布料的宽，就是画面上的这个已经折叠好之后的这个宽度啊。所以说这个长度和宽度我们自己是可以调整的，但是如果做倒大袖呢，这个那个袖长啊，一定是最短也要是在这个手臂的肘部啊，不能太短，当然也不能太长。那么我们现在来进行制图。那么在整块这个折叠的布料的中心点的位置，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左上角的这个直角的这个端点，这个地方是我们整块面料的中心点。你可以小小的用剪刀剪去一个小孔，那么来就是保证你的中心点不要移位，你随时都知道你的中心点在哪里啊，这是一个小小的建议。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根据这个旁边这个画中画上面标注的这个图像，我们先来量取胸高。量取胸高之后，我们从这个布料中心点顺着布料这个前中线后中线的方向，也就是现在的黄色虚线方向把这个胸高划出来，然后再垂直于胸高线，也就是垂直于这个前中线的方向，我们做一条垂线也就是图上所示的蓝色虚线。那么它的长度呢，就是胸围加上我们的松量再除以4胸围加上松量它的和除以4，就是这一条蓝色虚线的这个长度。胸围怎么量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不要量斜了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松量呢，因为是给小朋友做，我们松量可以稍微大一点。那么我们记住一个标准，就是0就是一点松量都不加，如果加6厘米的话，就是大约就是6厘米的松量，大约就是这个你的整个胸围向外平行放大了1厘米的厚度之后的这个胸围就相当于你的整体向外放大了1圈，而两条线之间的这个两条胸围之间的这个距离是1厘米。你根据这样的一个准则来加你自己的松量。那么小朋友的话呢尽量松量可以稍微大一点点，毕竟小孩子穿又比较好动就是要多一点松量，他活动起来也方便。那么现在我们就根据计算好的这个胸围，把它画在这个面料上面，垂直于前中线，然后在端点处画一条短垂线，来标明这个端点在哪里。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画腰围线。那么我们需要有2个数据，第一个数据是腰高，也就是前腰截长。那么第2个数据是我们的腰围。那前腰截长就如这个右下方的这个图所示，那么是从那个侧颈点一直沿着身体曲线通过乳点一直到你的腰围线的这么一个距离那么量好之后，在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布料上的这个黄色那个虚线就是我们的腰高。那么我们的腰围呢也是量取一圈肚脐眼平行的这个腰围量取1圈之后，再加上松量。那么这个松量也是跟那个刚才的这个加胸围的地方的这个松量的那个准则是一样的，也就是6厘米就是那个平行向外这个扩大1厘米的这个距离的这么一个松量，就是加6厘米。那么小朋友的体型特征其实是小朋友是没有腰围的，而在整个小朋友的躯干部位最宽的距离其实是他的腹围，
也差不多就是在腰围的这个地方，所以说你把它肚脐眼平行的这个地方你量一下，基本上就是它的躯干最粗的地方了。那么你再根据款式，因为我们做 A 摆嘛，所以你可以再宽一点。你可以先适量的加一点。那么你要知道你的整个这个画出来的这个趋势，它是一个 A 字形 ，A 摆 A 字形，也就是肯定要比它的胸围宽。你要是量出来，最后加了松量量出来的，最后然后你就是腰围加松量的和除以2，你量出来之后比刚才画的这个胸围的地方还要短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就不是 A 摆了。所以你还要，如果是这样子，你还要再继续再多加一点松量进去，就要自己慢慢调整啊，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这也是这个腹围，也就是我们做小朋友就是腰围的地方，也就是其实就是它的腹围了。那么就是现在在图上的这个蓝色虚线，那么它就是它的这个长度就是腰围，也就是腹围加上松量的和除以2。那么就是这个蓝色虚线的这个长度，那么我们计算好了之后，在这个前中心线上量取的腰高，那么从腰高的这个部位，那么往右做这个垂直线，那么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画线的这个腰围长度啊。那么在画好了这个腰围线之后，我们进入下一步的制图。那么就是现在画面上所示这个浅蓝色的直线呢，那它其实就是我们后领中心点到袖口的距离这个我刚才也讲过，其实就是你双臂平举，从你要做的这个袖口的长度，这个袖口的地方，左右袖口平举双臂之后，左右袖口的距离你除以2，就是这个蓝色线的那个长度了。那么我们看到左边我写到台阶呢就等于你的袖笼也就是绕你的臂根处，绕你的那个整个臂根处袖笼的地方量一圈之后除以2，这就是你的台阶。台阶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其实并不没有一个精确的位置，反正大概就是在你的肩宽的差不多左右的地方就可以了。这个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它的这个黄色线段，这就是台阶，重要的是它的高度。差不多在你的胸围线这个端点左右就差不多了，它的高度就是这个黄色线段，就是台阶，也就是袖笼除以2。那么你先要量好，并且计算好，把它标注出来。然后你在这个黄色线段的底端，那么你画一条短的这个平行线，就平行于这个浅蓝色的这根直线，你平行于它画一根短的平行线就可以了这就是标注出你的台阶的这个距离。那么在这个浅蓝色的这个直线的最右端点，你做一条垂线，这个垂线就是你的袖口的长度。你袖口的长度是多少呢？按照我们做倒大袖一般来说的话，其实你可以个人选择，但倒大袖肯定就像喇叭袖一样的会比较宽。那我个人是喜欢以挽围加4再乘以3，那就是挽围加4之后再乘以3，它的3倍的这个一个大小作为这个倒大袖它的袖口的宽度。倒大袖袖口一般都比较夸张的啦但是这个绿色的虚线也是我们倒大袖的袖口的这个宽度呢，我们是垂直于这个浅蓝色的线的。但是我们在实际最终剪裁的时候是要做成这个深蓝色的，这个有一点点弧度，也就是袖底端会稍微缩进一点，缩进1到2厘米，这样子才会有一个就是比较有一个曲线，那么让这个倒大袖不是那么的生硬不是一个平直的一个状态，而是一个有曲线的荷叶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你最后的完成线应该是这条深蓝色的线但是在我们现在看见它是
直接和前面的这个淡蓝色的这根直线是直接做垂线啊，这样子下来的。你现在先做这根线，只是给你自己的一个参考，现在布料上这样画只是一个参考，因为在后面我们因为做平裁会对布料有相当大的这个拉伸啊，各种折叠重叠的这么一个步骤，所以说最后你的这根尖线我们做下来，也就是浅蓝色的这根线，它其实已经不是一根这种垂直的直线了，它已经是有点向下斜的一个斜线，所以说到时候我们这些袖口的地方也是要做调整的，但是它的画法是一样的，总之是以间斜线的这个布料的这个边缘部分是以它作为参考点，你只需要根据这个线来做调整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画臀围线，那么也是一样的定臀高，臀高就是如右下图画中画的这个图片所展示的一样，它从腰围线到这个臀围线的距离，那么也就是在我们画腰围线的时候，从腰围线再往下量出这个距离来，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目前这个整个臀高了啊，从上往下量到的这个蓝色实线的这个端点处，就是我们的臀围。臀高所定出来的臀围线所在的位置，那么这根绿色的线就是我们要画的这个臀围的制图线。那么这根制图线是如图所示的这个计算公式，也就是臀围加上松量的和除以4，那么就是这根绿色实线的长度啊，松量也是一样，6厘米的话就是往外扩1厘米的这么一个维度。OK，自己调整。总之，我们做的是 A 摆的这个倒大袖旗袍，所以说它肯定不会收腰，更不会收臀啊。你自己如果调整出来，它会比上面的胸围和臀围更窄，那肯定就是不对的。那么你要自己调整，把它 A 摆这个 A 型做出来。接下来我们讲怎么来制作这个领窝的这个辅助裁片。那么辅助裁片的纸样，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图上是我们画这个领窝裁片纸样的公式。那么左边这个是杨成贵的公式，右边这个是我自己调整过后的 torso 的公式。那么你们其实可以看到，它其实区别并不是很大的。我个人会更喜欢用 torso 公式一点，因为它可能会就是更符合你的就是身体的曲线一点啊。但是左边的这个其实差不了多少，左边这个更简单一点，大家就可以看。我现在就讲一下这个右边的这个更简单这个公式啊。那杨成贵的公式前领身。前领身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这个绿色的这个图布料中心点往这左边的这一条垂直的这一条直线，那么从布料中心点那里我画了一条虚线，那垂直于左边的这条直线，那它往下的这个部分一直到这个外面是一个长方形，一直到最底边，那么这一段距离是前领身，那么它是领围除以5加1啊。那这个领围呢，你自己去量。小朋友的领围，做旗袍的话，小朋友的这个领子绝对不能够做得太紧，稍微再松一点。你量小朋友的领根的时候，量领根就是量领围了。你最好是塞进去1到2指啊，一定要松一点。小朋友不可能做得像大人一样的这样子，就会穿上去会很不舒服的啊，这个一定要注意。那么领围除以5加1。那么就是前领身，那么在左边的这个长方形的这个左边的这条垂线的从布料中心点往上的这个小的这一个线段呢，就是后领身，后领身就是1.6到2的距离。那么小朋友的话，你选1.6好了，2的话一般成年人会选。那么领宽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图面上这个绿色的这个长方形的这个宽度了，那就是领围除以5减1。好 ，OK， 你先画出这个长方形来然后如图所示，我们来做一个对角线。那么对角线的交叉点，通过对角线的交叉点，我们再做一条平行于上下边的这么一条垂线，垂直于它的高，OK， 然后我们现在就得到几个点了一个是
左上角正方，就是这个长方形的左上角的这是一个端点，另外一个就是中间交叉点的这个在右这个长方形的右边上的这个交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长方形的左下角的这个端点。那么它在斜线上，你可以看到，在斜线上我们也有2个端点。这个端点呢，一般来说就是我们的上面这个端点啊是布料中心线，它在布料中心点地方做平行于我们的这个宽的这个平行线，那它与整个长方形它在的右边右端右边线也就是右高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交点。那么它同时也与我们的这个交叉线对角线也有一个交点。这个交点不一定非得在这个交点上，那么在这个交点附近，因为你最终你是要画一个平滑的弧线出来，所以说大约在这个点的左右，不一定就是真的就在它上面，这个你要自己调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在图片上有标2.4厘米的这个点这个2.4厘米呢，这个是成年人的点，2.4厘米也不一定的所以说你最终你是要也画的这个虚线，那这个虚线的这个弧线呢，实际上它就是你测量的领围线，它就是你实际的测量的领围线。那么我们定了现在的几个点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用6字尺把这个绿色的虚线我们画出来了，就是画平滑的弧线，把几个端点都连起来。那么在画到2.4厘米这点的这个端点的时候，你的目标是要把整个弧线把它连圆顺，所以它不一定是2.4厘米，但是大约在这附近的左右的样子只要保证这个拧窝它的形状肯定就是这样子的，那么你保证你的线是平顺的，那么你就是你这个线画出来就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绿色的虚线呢，就是你加了2指或者是1指进去之后量的你的实际的领围。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一条软的棉线，就是顺着这个虚线你拉一圈然后你再去量一下这个长度是不是你实际量出来的领围除以2这么一个数据。如果不是的话，你可能还要再调整一下然后大家看到我在这个绿色的虚线向内的地方又平行的做了一条这个领窝线。那么这条绿色的实线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辅助指样的这个边缘部分呢。为什么要做这条线呢？那么这条线和绿色的领窝虚线它们2个之间的距离是0.8到1厘米，也就是我们最后在上领子的时候我们要加的缝份量。所以你要加1厘米的缝份，那么你就要向内推进做一条平行曲线，那么距离为1厘米。如果你要做0.8厘米的那个缝份，那就是距离0.8，一般会做比较小一点，0.8的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有弧度的地方这个缝份不宜放得过大OK， 而且像我这次做的是假领子，所以说到时候还要修剪缝份到0.4厘米这样子来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绿色的这个实线是我们的，就是到时候在布料上动剪子是要沿着绿色的实线动剪子那个绿色的虚线部位是你的实际的拧窝的这个长度你肯定不能沿着绿色的虚线剪，那你就剪大了。因为你想想看，你要沿着那个剪，那你的领子上在哪里？你没有地方上了，你的整个领子就又要大一圈了对吧？右边的托索公式我就不讲了，它的只是计算的公式不一样，那画法还都是一样的大家自己看一下，你有兴趣的可以做一下，都可以的。那我们在纸上先把这个拧窝的这个图画出来了之后，我们沿着绿色的虚线和左边的这条正方形的长方形的这个边线我们把它剪下来我们暂时先剪下来，暂时先沿着这个绿色的虚线来剪接下来怎么做我会教大家的。
好，现在我们在画面上可以看到绿色箭头所那个指向的这个端点处，布料的端点处，也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过的这个布料的中心点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是建议大家剪一个那个小小的缺口，因为不影响的。但是你可以定位自己，就是可以定一个位的话，那么在后期的整个评裁过程当中会比较帮助到你找准就是定位点。那么现在这个纸样，前面有讲到过，是希望大家能够沿着这个虚线先剪下来，那么在对齐它的这个以布料中心线为起点的这根直线，我们在画图的时候也有的。那么这根直线呢，是和这个现在的肩颈布料的肩颈直线，那么它是同一条，所以我们对齐布料中心点以及这一条肩颈直线，那么就是如现在画面上所显示的这个样子来摆放。那么后片我们就暂时不要理会它，现在我们只需要画出前片的领窝部分。那么在这个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蓝色虚线部分，就是我们之前画领窝的时候的那个虚线点，也就是我们的实际领圈。那么黄色，现在画面上的黄色虚线呢，就是我们加上缝缝之后的这个领圈，就是我们这样子把它画在这个面料上啊，根据我们的纸样，按照刚才的摆放方法，那后片我们暂时先不用画啊，现在我们画出来就是如图所示的样子。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个画面上看到，我已经画出了这2根就是领圈的参考线，参考领圈线。那么蓝色箭头所对的是我们刚才蓝色虚线，也就是我们的实际领圈线。那绿色箭头所对的是我们的那个加好缝缝之后的领圈线，也就是最终我们实际要剪的领圈。要剪就是要从这里剪，当然，这个我们后期因为要拉伸啊什么处理，所以说这个位置还是要再调整的，但是相对位置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大家在这个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这个箭头下面有前中线的地方有一小段的蓝色短直线，那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就是大多数时候呢在制作的时候，大襟的起点是直接就是沿着实际的领圈线，也就是蓝色箭头指的这根线。直接从以这一点为起点来画，但是在制作中呢，为了让我们的这个大襟，包边的时候，使大襟的弧度和领圈的弧度，就是在包边的时候能够将它们这几个部分，就是大襟起点至领圈、立领领圈这个部分的包边，能够包得更加的完美平整，所以一般会在实际领圈以下。1厘米0.8到1厘米的地方，那么就是朝下0.8到1厘米的地方来作为真正的大襟的起点。当然你也可以不这样做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建议脑裁缝一般都会这样做的。从画面上来看，也就是这个黄色虚线是大襟的起点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画这个大襟的开襟线。那么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右侧，我们先把这个我们之前画的胸围线和那个胸围线的端点和腰围线的端点，我们用这个浅蓝色的直线标记把它连接起来。那然后呢，我们刚刚前一步讲到的就是大襟的起点，我们从实际领圈往下0.8到1厘米的地方作为起点。那么我们把这2个端点，就是要把这2个端点连接起来。那么在侧缝线上的端点，也就是绿色的这个星星，它的位置呢也是
因为我们做的是童装呢，那那个儿童和成年人的这个胸围是有体型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我们如果是做成年人的这个大襟线的话，那么是在胸围线往上垂直2到3厘米的地方作为它的这个在侧缝上的起点。但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童装的话，你的那个台肩线到你那个胸围线的距离根本就没有那么长的地方给你画。OK，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把这个胸围线的端点和腰围线的端点用直线连接起来，然后在距离这个胸围线端点2到4厘米2到3厘米的地方，那么我们作为这个在侧缝上的这个起点，那么我们的然后把这一点和这个大襟的起点在中线上的起点连接起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倾斜度，大襟的直线辅助线直线的这个倾斜度肯定不能太就是太竖，也不能太平，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一个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样子啊。基本上你可以自己参考，就是你画出来之后，其实你就会有这个感觉了，因为毕竟也会看了比较多的这个开襟是怎么做的，太斜或者太垂直都不是很好啊，像现在这个样子就差不多。那么我们在这条线段上可以取一个就是取中点，或者是取2/3的2/3的点，距离这个2/3的点呢，是以距离中线的大襟起点的位置来做的。那么在这个直线上取这么一点，那么在这个2/3的点到中线上的大襟起点，也就是蓝色线短线段的底点的之间的这个直线距离的中点部分，我们往上做一个就是垂直于这条直线的垂线。这根短垂线的长度为1.5到2厘米左右的样子。你可以自己在画出整体的这个弧线之后，可以稍微做调整。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它与这个大襟弧线与这个直线辅助直线之间的交点，这个交点是在2/3的位置或者是1半的位置。那么接下来在往下的这个紫色的这个短垂线作为辅助线，也是在下面这1/3的这个直线的范围内，它的中点我们做一条短垂线，长度为0.8到1.5厘米。然后我们把这几个关键的辅助点用那个平顺的弧线把它连接起来这就是一个大圆襟。那么还其他的开襟的形状呢，大家也可以另外去做参考借鉴一下。不过作为童装来说呢，做这种大圆襟会比较就是好看一些因为女孩子女童的这个胸部是不显的，做大圆襟比较服帖一些。当我们画好了这个大襟线之后呢，我们就提起面料。我们之前有讲过，现在它是4层嘛，那么就从边缘部分提起面料，从侧缝方向那边靠近侧缝袖口那边开始入刀袖口往下的地方开始稍微远一点入刀，不然你调整了之后，你可能会剪到你的袖口，因为我们做大袖，袖口比较大的，稍微靠下就是在腰线左右的地方只剪第1层。那么从这个黄色箭头所指示的，就是之前我们画的大襟在侧缝上的起点开始沿着我们画的大襟线一直剪到那个大襟在中线上的起点。那这个起点就是我们刚才的蓝色短线段的底点。OK， 剪到这里之后，我们再沿着中线把第1层和第2层剪开，一直剪到这个我们画面上的这个紫色箭头所指的地方，一直剪进去，不要剪到布料的中心点。然后这里有一个小诀窍，就是在现在画面上
黄色箭头所指的这个领圈内圈的这个虚线地方，那么你再翻开它的，现在我们剪开了嘛，把第一层剪开了，你把它的上面这层，也就是靠近左边的这一层，你把它翻开，那你在第二层的面料，也就是第二层面料这个黄色的这个箭头指的地方，你打个剪口，那么最后我们挖领口的时候呢，第二层的面料这个点，你注意与你的那个第一层的面料放上纸样之后的那个开始剪的这个内圈的这个领片的这个起点是一样的啊，这两个对齐了之后，你剪就不会出错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我把这个面料的底边部分啊，往下的底边部分，也就是我们黄色箭头那一部分，我掀开了。那么左边这个是第一层和第二层它们连在一起的啊，右边这个是第一层、第二层连在一起的，左边这个是第三层、第四层，它们也是连在一起的啊。中线是折叠，现在是没有剪开的，我们也不会去剪开它。那么你可以看到我箭头分别指向的是我分别在第二层和第三层距离中线1到2厘米的地方，分别画了一条就是短垂线，那个短垂线垂直于中线啊，它的长度是1到2厘米。那么定了这个1到2厘米的短垂线之后，我再画了一条在这个距离的另外一个端点，这个短垂线的另一端的端点，画了一条平行于中线的一条小的短平行线。OK， 然后我们就会要根据这两个短的平行线来拉我们的第一层面料和第四层面料，也就是这两条短的平行线将会是我们新的中线、前中线和后中线的将会是我们定义我们新的前中线和后中线这很重要。那首先呢，我们是把刚才画的那两个在第二层和第三层的短平行线，然后把它给捏起来，把那里作为新的中线上的点。那么我们把它捏起来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第一层和第四层面料其实是会沿着现在如图所示这个黄色箭头的方向向这个方向往后移的也就是往右边移的。你按照你观看视频的方向的话，往右边移动的，那么让这个让之前画的这个短的平行线成为了与那个布料的中心点一起成为了新的一个中线的位置。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呢，我们就需要把第一层和第四层沿着黄色箭头的方向往右边拉。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在右侧，我们这个长方形的这个右侧，我标了第一层和第四层，这两层面料已经往上有一个移动我们要把面料整理平整，不要光是沿着黄色箭头拉了就不管了。我们的整个面料其实按照这样的处理过后，你再把它整理平整，它除了往右边移动，它还会往上，也就是沿着我们的绿色的箭头，它还会有一个往上的这样子的一个移动，也其实是一个以我们的布料中心点为圆心的一个逆时针的一个布料的移动方向。这点大家我就是建议大家在剪之前呢，你拿一张 A4 纸来折一下一个硬的纸、小的纸，你这样子来操作之后，你就会很清楚的看到这个面料在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它是怎样的一个移动方向，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了。这样做之后，我们偷金的第一个部分就形成了。你现在在图上已经看到，它们已经有重合了。那我们把第一层和第四层面料，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一个逆时针的一个旋转。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在第四层面料上面，也就是
在这个右上角紫色的五角星的地方，第4层面料它也是逆时针转的，那么也就是在这个五角星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尖顶直线的地方，它往上走了。那么我们现在五角星的那个地方，它的外层面料，也就是第1层和第4层，将与它的内层面料，也就是第2层和第3层之间，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2到3厘米之间的这么一个隙缝，它们不再是重合成一条直线，而是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隙缝。而这个隙缝，也就是这个空隙的处理，将会形成我们偷金的第2部分因为有了这个隙缝，我们不可能把这个肩膀做的一边高一边低，那我们还是要让它的肩线重合，直的时候大家都是直的，斜的时候大家都是斜的。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余量去掉，怎么去掉呢？就是把我们这个大筋这个大筋不是剪开了吗？把它剪开的这个第一层的上半片部分，我们沿着这个黄色的线往下拉，黄色的箭头往下拉。让外层，也就是第1层、第4层和里层、第2层、第3层，也就是再次重合成一条直线。那这个时候它其实就是已经有点稍微斜了，不再是水平垂直于前中线的了。那但是它的这个进行方向跟刚才我们在底边的这个移动布料一样，它其实不是平行移动的，它也是以我们左上角的布料中心点，它其实进行的是一个以它为圆心的这么一个旋转移动。所以说它不仅有往下移动的量，它同时还有往左，也就是绿色箭头这个方向移动的量。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时候我们的前中线位置这个地方领圈会向外突出。好，我们把领口部分我们特写看一下这个黄色的短线段旁边写了0.8厘米，这个长度和这个部位就是我们刚才上一步把这个上半片的这个第1层的上半片剪开大筋之后然后我们以布料中心点为圆心向下旋转，使肩线再次重合之后，它自然而然的超出我们的前中线伸出去的这么一个多余的量，0.8厘米左右的样子。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在绿色箭头所指示的地方，也就是我们之前剪开第1层和第2层，在前中线我们停止只剪了一部分进去在这个地方我们再剪一个如图所示的蓝色的这个一个 Y 字形，类似于 Y 字形的这么一个剪口，我们剪一下，只剪第1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在这个第1层面料的下半部分有一个蓝色的短线段，它是2厘米。这个2厘米呢，将会是我们要把这个就是上半片0.8厘米那里0.8厘米的这个底边的这个地方，要把它往下一直拉来盖住这个2厘米，到达这个紫色的短线段。那你一直拉到这个地方。我们剪这个剪口，这个 Y 字形的剪口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要让这里有足够的弹性和延展，能够把这里拉到这个紫色的短线段的地方并且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布料中心点不变。那要做到再这样子把它往下拉到紫色线段，并且保持布料中心点不变的情况呢，那么你的第1层面料剪这个 Y 字形的剪口，可以帮助你一直拉到那里。但是你同时会发现你的第2层面料它就皱起来了，它就有多的地方了，这个时候呢有的处理是在这一步就先把第2层在领圈，我们所画的领圈的范围之内，把它多的这个部分，我们先就把它给就是竖缝好，把它多余量就是整理平整之后把余量我们给它缝起来把它折起来缝好让它就是变得整个都变平整的。那么
其实这样子操作了呢，也是可以的。你这会儿这样做也可以，你待会儿按照我的做法后面来做也是可以的。那你最重要的一个点，你这样子拉伸了之后，你的面料实际上又有一点沿着以布料中心点为圆心，你的这个第一层的上半片其实又有一点往更多的会伸出这个前中线距离。你只要把你的这个过程，你只要把你的这个面料抹平，你就会发现它又伸出去一点，但没有，这是正常的，这是必须要有的一个步骤。那么多伸出去一点，你后面布料就皱了，那么你就要再把这个布料抹平。所以说我一直在讲，你最好用 A4 纸折叠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个布料的走向，你就会知道什么时候我要把哪块布料抹平，哪块布料走向是怎么样，哪里多出来一点我要拉平这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如图所示的，它又会那个黄色箭头啊、所拉的那个地方，黄色箭头的尾巴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又有多的了，又有多的，那我们就要沿着黄色箭头的方向，把这个多出来的余量，我们要把这里的布料整理平整，那么实际上就是它往外伸出去了。然后我们就用珠针把这个位置固定下来。然后呢，我就在固定好了这个第一层的这个面料之后呢，领圈部分的面料之后呢，然后把刚才我所讲的第二层在领圈部位多余的面料，然后再把它整理平整，把多余的这个部分再用珠针或者是用梳缝把多余的这个部分再给它固定下来。在这个步骤呢，其实有些人的做法呢，我也做过的就是，在刚才剪那个 Y 字形的时候，就是第一刀最长的那个 Y 字最长的左边那一刀呢，它是第一层和第二层一起剪的，那么，短的那一刀呢，它就只剪第一层，那么它这个多余的第二层多余的这些面料呢，它就把那里就是做一个重叠。做一个重叠来固定，那我觉得我这样的做法可能会更有助于大家理解你的面料的一个走向。你把它剪开了之后，可能反倒不大容易理解到你这个面料怎么走的，你需要怎么去移动它就是这里黄色箭头指的这里第二层的面料多出来的余量折叠之后，用梳缝或者是珠针来固定。然后我们就是需要再次来整理这个领口处的面料，使领口处、领圈处的这些折叠了很多次或者重合拉伸了很多次的这些地方都变得平整。但是因为它是盖住的第二层纹，就是第一层你可以看到它是怎么样动的，但是第二层它因为盖住了，我如果掀开了，它整个就是情势就不一样了。所以我现在用语言来告诉你，就是在第二层你把多余的面料折叠起来了之后，你用 A4 纸折，你就会发现它的第二层面料在肩颈斜线的这个地方呢，它再次进行了一个以布料中心点为圆心的一个顺时针的这么一个移动，也就是说它的间斜线的斜度又更斜了一点了又更斜了一点。所以我们把第二层面料在就是间斜线部位，从领窝到间斜线部位再次整理平整了之后呢，我们需要再次整理第一层面料在间斜线的部位，也就是说我们在领口伸出去那些地方，它也要再次进行一个顺时针的这么一个旋转，因为我们也始终要保证我们的间斜线里侧和外侧的间斜线它始终都是一条直线。好，现在我们要准备挖出真正的领窝了。那么在视频上我们看到这个黄色箭头指的地方有个小洞，也就是之前我一直建议大家剪的这个布料中心点的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把这个整个领部的这个地方摊开，间斜线的这个地方摊开，我们要画出整个，包括后片在内，我们要把整个那个领圈画出来了，所以我们把它
第一层、第二层和就是稍微就是拉开一点啊，来把把我们的整个领圈的纸样铺上去啊，就不要有画不到的地方。OK，那么还是一样的，对齐布料中心点与我们纸样上的布料中心点对齐，包括这个肩颈斜线，现在是斜线不是直线了，但是一样要与我们这个就是领圈的这个纸样上的这根直线也是要对齐的。对齐了之后呢，我们先画外圈先把外圈的这个实际拧窝线就是要把它给画出来。那我们从侧面来看一下，这样会比较容易理解。那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上最右边的这个白色的这个五角星，那么是我们刚才就是把那个领圈上层低层部的上半片领圈底点一直拉到这个就是大经起点往下2厘米的地方这个位置那就是我们的白色五角星的点。那么这个紫色的五角星呢，那就是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大经的起点。那么我们的蓝色箭头对的蓝色的五角星呢，就是我们的近领围，也就没有加缝缝的领围在这里。那么蓝色的五角星到紫色的五角星的距离呢，是我刚才建议大家加上的这个0.8到1厘米的距离，那为了做包边更方便而加的这个，那这个地方你是可以不加的。OK， 然后这个黄色的箭头对应的黄色五角星呢，就是加过缝缝之后的，我们需要去剪的这个，真正要去剪，我们就要从这个黄色的五角星这里开始去剪这个我们的挖出我们的领圈出来了，就从黄色五角星这里来。那黄色五角星到蓝色五角星之间的距离呢，就是我们的缝缝领圈的缝缝的距离0.8厘米或者是1厘米，这个你自己定所以我们在对齐左边这个布料中心点纸样对齐实际的布料中心点的情况之下，还要把这个纸样最底边对齐这个蓝色的五角星这里近领围这里，我们对齐，那么你才来画出这个最外圈的实际领圈的这个辅助线。然后我们把纸样的这个缝缝沿内圈，也就是黄色箭头这里，把纸样的这个缝缝去掉，只留内圈。那个去掉缝缝之后的，我们实际剪裁的这个内圈的这个沿着这个弧线，我们把缝缝去掉，然后再照这个样子来对齐这个布料中心点，然后再画一条实际我们要剪的这个领圈的线，也就是我们的黄色箭头对应的黄色五角星的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再画一根线。我们要剪的实际上是这一个领圈，而不是我们的蓝色箭头对应的那个线。那个外圈线你剪了的话，你整个领口就大了，就不对了。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出错的地方，大家一定要理解清楚了之后再去做。那么我再就是强调一下，在画面上我们的实际上上2层面料是重叠的。你记得我们拉了那个2厘米下来，一直拉到大经起点往下2厘米的地方，就是白色这个五角星的这个地方的。所以我们的第一层的上半片和下半片是重叠的。那么它重叠的这个量呢，重叠的这个量呢，就是现在在画面上你看到的这个绿色的横着的这个绿色的线段的量。这个线段有多长呢？那就是黄色到蓝色箭头是缝缝，黄色到蓝色的五角星是缝缝，蓝色到紫色的五角星，那距离是领围到大经起点的距离。OK， 也就是0.8到1厘米自己定。那么这个紫色五角星到白色五角星2厘米这个也是确定的一个数值。
那请注意，这是第一层面料的上半片，就是剪开大筋之后的上半片的这个在前中线的这个距离是这个绿色的线段。那么它被它盖住的这个下面的这一层第二层是怎么样的呢？那么它们是在紫色的，那你从紫色心到白色心2厘米的地方，你把这个上半片在前中线的距离，你自己定一个点，那么这个点要和你的第一层的下半片的这个大筋的起点是要对应起来的，这个位置是要对应起来的。那么如果你就是因为你还要对应左边的，你的布料中心点是不变的呀，那么你可能需要继续去拉一下你的这个上半片第一层的上半片的这个 Y 字形，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的这个 Y 字形不能剪得太靠近面料中心点，也不能剪得太靠下，你必须要留出足够的最终成品的这个距离。所以说一般在中间就是靠近布料1/3处来作为这个 Y 字形的剪口的起点是比较好的，不能太靠下，但是你也不能剪出这个圈外，也不能超出布料中心点你必须要有足够的量留给留来做这个绿色的这个线段，这个绿色的线段最后就是你的底筋的中线的位置，你留得太短，你没有办法做的一定要对齐，大家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对齐，量不够就是和你的纸样对不起来，那么你就拉，或者是有多的你就要把它折起来，不够的你就要继续往下拉。总之布料中心点不能变。那么第一层面料的上半片必须留的量你要留，那么第二层第一层面料的下半片你对应的位置你也必须要留出来。那么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你的第二层的剪口，之前我们有打了个剪口，在黄色箭头的地方，第二层是打了剪口的。那么这个时候，你把这个剪口与第一层的黄色箭头和这个黄色的五角星，的位置要对应起来，这样你剪就不会出错了。那么我们从正上方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太重要了，也是最容易出错的，要不厌其烦的跟大家讲。那么这个黄色的虚线，从黄色的五角星开始的这个黄色的虚线，是你最终剪裁挖领窝，你要沿黄色的虚线剪，你必须加了缝缝你才能剪，你不能沿着这个蓝色的虚线来剪，蓝色的虚线是你实际的领围，也就是你实际没有加缝缝的领圈，就在这里。那么紫色的这个虚线呢，是你的大筋线紫色的这个点这个五角星的这个点是你的大筋起点，然后白色的这个点，白色这个五角星是你拉你的这个第一片上半片的拉下来盖住大筋起点，超出2厘米往下超出2厘米的这个点。那因为我们的偷筋已经处理成功了，所以说这个紫色的线它实际上是在第一层的下半片，那被第一层的上半片盖住了。你在这里你在从正面看你是看不到的，它是被这个盖住了的。好，然后我们沿黄色的虚线把这个领窝挖出来，然后并且用珠针固定这个就是底筋，也就是我们的第一层的上半片超出了前中线的这个超出的这个余量，我们把它反折过来，用珠针固定。OK。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很明显的就是，可以看到在黄色五角星的地方，我们的这个肩颈直线已经变成了倾斜的一条肩颈斜线了。那么我们之前作为辅助我们剪裁的，就是处理就是视觉的辅助我们已经画出了我们的这个袖口的袖口线。那么这个时候它
就需要调整了，它已经与它原来的这个线已经空出了相当大的一段距离2到3厘米。这个2到3厘米是一个虚数，不一定是2到3厘米。这个具体是多少厘米呢？实际上是要看你的袖长到底是多少，因为你袖长越长，这个倾斜的量就会越大在端点的倾斜量就会越大。所以你只需要把你的面料移到位就可以了，不用特别纠结我是不是一定有2到3厘米的这个重叠啊，不是这样子的啊。这必须要有多少量的重叠的时候，比如说刚才领口一定要往下拉2厘米，其实也都不一定是2厘米，因为你刚才我也讲过了，如果说你的Y 字形剪口剪得不到位的话，你可能还需要再拉一点，再往下拉一点。那不一定是2厘米，但是至少要达到2厘米，这个是一个确定的。那么在袖口这个地方其实不一定的，包括在底边的那个地方也，这些都是跟那个底边那个地方，是因为你的裙长不一样的话，那它就会有区别的。所以你这个大家一定要灵活处理。所以说我们看到现在在袖口的这个地方有那么大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就要重新来画我们的袖口。这个时候把面料整理平整，然后熨烫出新的前中线和我们的肩颈斜线之后，我们来重新画我们的3维线和我们的这个侧缝以及我们的袖口线所以说你看在肩颈线这画面上有三个这个黄色的五角星，这地方中间都没有，都是空的，距离它的前中线和距离它原来的肩颈直线地方，这些都是空的了。这就是我们面料已经经过透镜处理之后，它发生了变化。那我们要再根据我们的胸高、腰高、臀高的这些具体的这些它定了它的位置之后，我们再按照我们的这个量再把它画出来，重新画出来。但是画的方法和原来也都还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也就不再重复讲了。你只需要重新，因为你位置变了，只是位置变了，你的数值还是没有变的，所以你只需要重新定位之后再画就可以了。就是要注意的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领窝挖出来了，所以说你在量这个3维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要注意要加上我们的这个还是要从原来的布料的中心点，你开始来量这个它的位置。然后我们把这个胸腰臀3个端点用直线连接起来，并且我们最右边的这个底边呢是我们的裙长，裙长我们做一条垂线垂直于我们的前中线，那么我们连接胸腰臀的端点之后呢，它会和这个裙长相交，那么就形成了我们的 A 摆裙了。相交了之后呢，有一个端点，我们标记起来。然后呢，我们之前做台肩，台肩画了一条平行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侧缝线就胸腰臀的这个侧缝线，向左边延伸，它也会与这个我们画的台肩的平行线会有一个交点。那么这个交点，我们和这个袖口底点就是袖底点，我们再把它连成一条直线，把它连接起来，那么我们就得到一个粗略的我们的外侧的轮廓。那么在腋底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胳肢窝这里，那么我们用平顺的曲线将这2个袖底直线和侧缝的这个直线，我们把它平顺的连接起来平顺的连接起来。自己怎么画平顺？你用那个6字尺来画就差不多 OK 了。然后那么我们对袖口线以及底边的这个线要做一定的起翘处理。那么我们在绿色箭头处可以看到袖口我刚才讲过了，袖口从端点袖口底线从端点缩进1到2厘米，然后画一个弧线，也就是如图所示的这个绿色的袖口处的这个绿色的一个顺滑的弧线就可以了。那么在底边呢，那就是往上起翘1.1到2厘米的样子，然后在底边上
底边的中点，也就是这个黄色的小圈圈的这个地方呢，作为一个关键点，我们把那个底边在中线上的起点和这个黄色小圈圈，然后和这个已经起翘1到2厘米之后，它在侧缝上的这个侧缝斜线上的这个已经起翘后的点，我们用一条顺滑的这个弧线把它们连接起来。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啊，因为我们给小朋友做呢，肯定是不能做的太贴身的，这样也不符合小朋友爱动的这个天性。所以说我们在量的时候加的松量会尽量，就是推荐加的稍微多一点。那我们在画侧缝，我们定了3维线之后，我们把它连起来，让它在下方与这个底边线相交。如果这个时候你焦点你量一下，然后你把它乘以4。把它到这个中线的距离乘以4了之后，你可以在小朋友的这个差不多就是裙底边的这个位置，你可以比划一下。你要是觉得是不是这个裙摆撒得太开啦，那你可以适当的把它缩小。那么适当的把它缩小的话，那就可能会造成的就是你的臀围的这个地方，那可能就会像我图上一样的，实际上。我也是觉得，就是我在做的时候也是觉得，就是实际上我的与这个底边的交接口可能是太宽了，我想稍微缩小一点，所以说我的实际的臀围也又在这个步骤的时候我往里面缩了一点，但是没有关系，只要它是大于它的实际臀围，那么至于你的 A 摆你要 A 成多大的弧度，这个完全是可以自己调整的 ，OK。就是你的最低的这个量一定是要能容纳小朋友穿的，这个就没有问题了。那么款式的要求呢，个人有喜好，那你可以自己决定。这是我建议，尽量做的稍微宽松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沿底边侧缝、袖底以及袖口部位加画这个缝缝线我们做的因为是单旗袍做贴边，那就是不存在包边的问题，所以说是缝缝线是画满。最后呢，我们在几个关键的胸腰臀，然后还有叉口的部位，打上剪口，4层一起打上剪口在这个时候打上剪口，保证它全部都是对齐的。那袖底的地方，你随便在中间的地方打一个剪口，只要它保证它是对齐的就可以了。那叉口呢，叉口的剪口也要打上。那么一般这个女童裙的叉口，也就是底边，在侧缝上从底边最底端往上10厘米的这么一个地方，你打个叉口不会做很大的开叉的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面料整理一下，就是如图所示的样子。那现在呢，在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因为我做的是左开襟，所以我剪裁的时候，我是把那个布料的反面折在里面的。那么为了大家方便呢，我现在就是给大家展示的是，大多数人还是做右开襟的。那么我现在是在按照右开襟的方式摆的。你只要剪的时候是把布料的这个正面折在里面的，那么你摆的话，你就按照我现在这个样子摆就可以了OK，你不要管我做的是正面还是反面，你照这个样子摆就可以了。OK，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基本的形状已经剪出来了，你照这个样子先把这个布料整理一下，摆成这个样子。我们接下来要来给它剪小襟好，我们把一块差不多大小的这个面料，让它正面朝上摆放在这个刚才我们已经整理好的这个面料的最下方那它这个大小一定要超过这个中线超过前中线，并且要超过这个腋窝这个袖底的底口，而且要超过这个就是叉口
然后我们把这个掀起来的釉半片再覆盖到这个我们放在最底端的这一块布料上面，整理平整之后，按照现在画面上的这个绿色的这2根线然后我们把它用划粉把这个线画出来，就是按照这个绿色的线画出来，并且在靠近底边的地方标注好那个你的岔口的位置，岔口还要再加上米缝缝 ，OK， 就是底边的缝缝旁边我们衣服的侧缝和那个袖底边已经加过缝缝了。好，然后我们沿着这个绿色的线，把这多余的部分如图所示这样子剪下来。然后再沿着现在画面上这个绿色的底边线，把超出底边线的多余部分也剪掉。那这样做呢，是为了方便我们待会儿对齐这块面料。好，然后我们现在把最底边的这块面料把它给拿出来，并且对齐那个侧缝底边以及袖底边我们之前剪过的这些部分把它对齐，然后放在这个釉前片的这个上面那么对齐位置之后，我们再把这个在袖口这个部分的这个我们单独的这块面料给夹在袖片之间，像那个视频上显示一样，把它夹到袖片之间去就像左上角那样，大家注意看一下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袖片放下来，把底襟和侧缝这3片，现在我们的视频这个左侧，也就是我们衣服的右侧，现在其实是3片布累积，就是重叠在一起的。最上面的是我们的底襟和袖片的一部分，然后中间这一层是我们现在正在要剪的小襟的这个裁片部分，然后最下面这一层是我们的后片所以把它夹好整理好。整理好它的边缘部分，各个剪口对齐。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这个小襟的这个裁片，也要根据我们的后片的位置给它打上相应的剪口。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来画我们的小底襟。那么可以看到，在领口前中线领口的部位，那么我们之前我们的这个小襟的地方在前中线的位置，如果大家记不住的话，你往回退去看那个讲了很长的那个绿色的线段，那么现在已经把它的那个超出前中线的部分已经折好了，那个缝缝已经折好了，并且对齐了。那么现在在这个小襟的这个最底端开始往下做垂直线沿，那它的方向是顺着前中线的方向的。那么沿着前中线的方向向下做垂线，长度为6厘米。然后呢，我们再在这个右侧缝，也就是你现在画面的左边，那么在岔口处做与底边的平行线，那其实也就是相对你的侧缝也是一条垂线呢，也是可以的，你平行线也是可以的，不会有太大的区别。那么再做这么一条短直线，也是6厘米。那么我们把这2条线的端点用直线如图所示，用直线把它连起来。然后呢，我们就是传统的做法，直接这样连起来这块小襟就可以了。但是呢，小孩子其实是可以这样做的。那么如果已经稍有曲线，还有如果是成人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像我们现在画面上一样的，把这条线做的稍微就是给它做一个弧度出来。那这个弧度制作的原则就是让它在侧缝上的这个宽度也尽量保证在6厘米的宽6厘米宽，包括在这个开襟的这个曲线的这个地方也尽量是6厘米，所以你只要把这个曲线画顺滑就行了，如图这样画顺滑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给这个小筋在外侧加画它的缝缝线，然后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前中线这个位置，这个6厘米，你只需要把你的小筋，之前我们用那个珠针反折过来的那部分给它放开。那么你现在做的小底筋的这个在前中线这边的缝缝，你只需要和之前折进去的这部分齐平就可以了啊，不用一定要和这个下面的这些缝缝保持一样的。实际上你需要的是和那个小筋反折过去的这部分缝缝保持一样就可以了。然后画面上左右抽缝的地方，我打了个绿色的五角星，提醒大家这里是我们的岔口指点，标记一定要标记好，剪口要打好。然后在画面上绿色箭头所指的地方是我们的开筋线，小筋处的开筋线。那么这个时候你要用划粉沿着这个小筋的开筋线的形状，在我们剪小底筋的这个面料上面按这个形状一模一样的把它画出来，然后再给这个小底筋的这个开筋处的这个曲线再加上它的缝缝。那最后我们沿外圈缝缝把这个小底筋直接剪下来就可以了。OK。好，接下来我们画这个第二个纸样，就是立领的纸样。那么我这件衣服呢是给一个身高1.15米，然后年龄5岁的小姑娘做的。那么她妈妈的要求是做到领高3.5，不要做太高。我个人觉得3.5其实也差不多了，因为本来小孩子脖子就比较短，不要就是老是戳到那个下颌的这个地方所以说领高3.5厘米是差不多的。然后领围做松一点，加了2指的松量进去之后，它的领围按35厘米来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图片上，我首先是画了一个长方形，那这个长方形的长呢，就是它的领围除以2，也就是17.5厘米。那这个宽，这个高呢，这个长方形的高，也就是它的宽呢，是3.5厘米，也就是领高。那从左边的这个线段那个长方形左边这个线段来看，中间实线的这个部分是3.5厘米，上下这个是虚线，这是我们的缝缝大家不要搞错了。那然后我们把这个长呢，给它3等分，也就是在图片当中你可以看到中间的2条虚线。那我们把这个领围，纸样的领围，我们3等分之后，就是先把它标记出来。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长方形的右侧右下角，那么它是我们在右下角以右下角端点为起点，在它的宽上面向上量取这个1厘米，也就是绿色的这根短线段的另一头的端点。好，记下这一个点。然后呢，在这个长方形的上边，从右上角的端点向左量取1.5厘米。OK， 也就是现在的红色线段。那么，并且把这个右上角这个直角做一个等分，那也就是45度等分。然后这个线段为黄色，然后画面上的黄色短线段，那长度为1厘米。然后呢，我们就把那个立领的底边从左下角的最左边的2个等分的部分，我们不变，还是保持直线。那么在2/3处呢，开始用这个六角尺六字尺，那么画这个弧线，将这个2/3处的这个底边的端点和我们绿色线段上面的这个端点以平滑的曲线连接起来。那同样的，我们用六字尺把这个红色线段的端点
在左边的这个端点和这个等分角度线段黄色线段的这个端点与这个绿色线段在这个右边的这个边长的这个端点处，这3个点也是同样的用平滑的曲线把它连接起来然后它的立领的顶部呢也是一样的，其实是直线，可以稍微下弯一点也可以直接就是直线。那么在这个曲线和这个直线相接的这个地方，稍微用笔勾勒一下，让它就是平顺的连过去不要形成一个那个尖锐的角度，那就可以了。那么也就是如图所画的内框内层的那个框。那么也就是说可以看到，在这个3等分这个长方形之后，左边的2个等分块其实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主要的变化和角度都在最右边的这一块按照我说的去画就可以了。但是呢，有一点就是大家画图的时候不要那么死板。那其实你只要保证你的领圈的长度，也就是底边长度不做变化的话，那么实际上你的这个立领的起翘程度和它的圆角的这个形状是什么样的，你完全可以自己来决定我的画法其实也只是一个参考你自己可以决定。那么在那个画面上面，紫色的箭头指着的呢是那个外圈的缝缝的加了缝缝之后的完成线，那么蓝色箭头指的是径样立领的径样没有缝缝的这个径样线，立领纸样的径样线。那么根据你，因为我的这个样衣我做的是这个灯芯绒，所以因为比较厚了，我也就没有加称。那么如果您用的是比较薄一点的面料的话，那么你需要把这个纸样你要画2个，一个就是不加缝缝的径样你要有，一个是加了缝缝的这个毛样你也要有径样呢你要用来剪裁这个那个树枝衬。那让你的这个衣领能够有形状立起来，所以说，我接下来是没有剪径样的，但是你如果要做比较薄软的面料，你是需要剪径样的那接下来的做法呢是没有剪径样的，是直接加了缝缝之后，那么在左侧的这个地方写了3.5厘米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把面料折叠起来。对准这条线对准长方形的最左侧这条线，那么面料折叠起来剪裁2片，也就是一对面料不管是正面相对还是反面相对，折叠之后剪裁一对这个领片出来。领中线的地方记得要打剪口。好，然后我们把这个大身的这个面料重新整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领口。这里我一直不厌其烦的讲，就是怕大家做错你现在看到的我这个襟是开在左边的，大家不用管，你开在右边的也是一样的，反过来就可以了。那么大家可以看见，这个我们的小襟是被大襟盖住的，所以我把小襟的形状用的是绿色的虚线来表示的。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各自的对应的位置。那么左右同样的颜色的五角星对应的就是同样的位置的点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先来看小襟小襟上最上面的是黄色的五角星，那么是我们加了缝缝之后实际剪裁领圈的这个地方。那么蓝色的五角星呢，是我们的实际领围，我们不能从这里剪，一直强调如果从这里剪，你领圈就太大了，也做不了了。然后紫色的五角星呢，是我们就是作为大襟的起点，因为我们要再多加0.8到1厘米的量，那也帮助就是帮助我们在折角的时候可以更好的包边。那不管所以说我就习惯性这样子来做的，我不管你做还是不做包边，你都最好是这样子来做。特别是我们你哪怕不包边，像我现在这个样衣，因为我做的是这个领托做了假领子，所以说
就是其他地方不包边，实际上我们的领圈的这个地方还是会包一下边的啊。然后这个虚线部分再继续往下到白色五角星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从大筋开口一直向下拉2厘米啊，我们来做这个偷筋处理的时候，要向下拉2厘米，盖住我们的大筋部分的这一段啊2厘米，然后这个大筋曲线这个曲线的这个虚线呢，那么因为是盖住了，所以说是以虚线的样子画出来的。那么这个虚线的大筋曲线和实线的大筋曲线，也就是上面用实线绿色实线标明出来的这个两个之间的这个距离呢，其实就是我们偷筋的量。我们偷筋这样成功，然后它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重合的量，这样出来了所以说大家对应看一下，就是左边大筋的这几颗星星和这个小筋处的这几颗星星五角星是要一一对应的。所以你看到现在在那个画面上面，它大筋起点一直到领口挖出来的领口之间，我标了一个蓝色的短线段。这个蓝色的短线段，你是这个折角你是必须存在。你如果是剪出来是直接顺滑的，那你肯定就剪错了，你一定要自剪一下啊。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整块大身，把它正面向上平铺在裁剪台上面，我们要来进行这个大筋和大筋前片侧缝的这个贴边的这个剪裁了。那如果你的那个面料买的够的话呢，那你可以就是像我接下来一样的，你直接把大筋的贴边及其侧缝的贴边这一块啊，前片的侧缝右侧缝的贴边，你可以一整条剪下来。那如果你的面料不是很够，你可以把它分成2块来剪，一个先剪大筋的贴边，然后再剪侧缝的贴边。我们剪裁这个贴边的时候，后半片其实用不着的，所以我们把它拨到后面只要不影响我们剪裁就可以了。那我们把我们的准备用的面料，把它就是反面向上，然后放到这个前片的右半边，也就是从前中线向右侧的这一个部分下面。那么它的这块面料的宽度呢，从宽度来讲，一定要超过这个右侧缝，及到右侧缝到这个前中线的宽度要超过。那它的长度呢是至少要从大筋起点一直到这个岔口加缝缝，那么这么一个长度至少啊。然后我们把它放在这个，把它反面向上，放在这个前片大筋的下面对齐。那么就根据这个画面上所提示的这个白色线条，那么在这个我们要做贴边的这个面料上画出大筋及侧缝的形状。那侧缝这边一直就是至少是要画到这个岔口以下。好，然后我们按这个白线先剪开这个面料。请注意这个侧缝上那个绿色的小星星那里是岔口处，那么我们把这个岔口处也齐岔口处把底边修整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个面料向外平行移动出来，距离这个大筋前片大筋线约5厘米的这个样子，6厘米也可以。为什么是5厘米呢？那么就是它因为是贴边所以说我们一个要收边，另外一个要与大筋缝合，所以说各留1厘米，两侧各留1厘米的缝缝，这就是2厘米。那么我们5厘米减2厘米是3厘米，也就是说我们的贴边做3厘米3厘米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量。当然你也可以做6厘米了你如果就是你觉得3厘米太窄了的话你可以做6厘米。
注意在移动的时候啊，领口大筋开筋处这个前中线的这个点啊，一定是垂直移动的，也就是一定要保证它在这个前中线上面往上垂直移动，而不要往左往右这样，就是斜着移动，因为你要想想看，你最后你是要把它和大筋重合缝合的。你如果斜着的话，你把它对齐这个大筋线再来缝合的时候，你这个就对不齐了。你的这个贴边的这个在前中线的这个部位它是斜的啊，肯定不能这样的啊。然后这个贴边条在岔口处的地方，我们加了1厘米的这个缝缝之后，把多余的量把它剪掉。然后在同样的位置，在贴边同样的位置，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贴边摆放的，外侧的这个曲线处，把这个对应的剪口位置剪口打好，岔口、腰、胸这几个剪口打好。好，现在我们来缝合这个贴边，将它缝到大筋上面去。那你现在在画面上看到我标注了正面和反面。那么因为我是实际要做的，我并不是摆个样子，所以说我之前折叠的时候的选择，我只能做左开筋，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大筋这个时候是正面向上，然后我把这个贴边反面向上对齐它们两个的大筋及侧缝之后，沿大筋及侧缝一直向下缝合到这个岔口处。那在缝合之前呢，我们要先把这个就是贴边的底边靠近岔口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把这个缝缝我们往上折进去，就是先折好，然后缝合的时候这个量已经折好了，就是不要到时候还要拆一点线才能去缝合这个，才能把这个贴边的在岔口处的这个部位给它整理平整。像这种我们要提前先做好，缝合的时候就先做好。那么如果你做的是右开筋的话，那么现在按照图上的这个来说，你如果按照图上的这样来摆放大身的话，那么现在朝上的这个地方已经就是它的反面啊，大身前片的反面。那么你的贴边呢，不是放在现在反面的上面呢，而是放在这个大身的下面，被大身盖住的，也是对齐这个大筋曲线以及侧缝，并且这个贴边的这一个面料，它是正面向上，也就是说，贴边的这个面料和大筋开筋的这个面料，它们两个是正面相对的，然后并且对齐了大筋及侧缝之后，然后沿大筋及侧缝缝合。那么缝合好了之后呢，再把这个贴边从那个大筋的正面给翻到背面去整理，把这些有尖角的地方都整理平整，然后并且熨烫定型。好，现在我们利用这个多余的这个面料来制作我们的斜条。那斜条的制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的盘扣，然后我们的贴边，都会将利用到同色面料或者是别的，如果需要配色的话啊，你也可以选择别的颜色的面料，但是你贴边最好就是用同样的这个面料来做。那么我在这里就跟大家简单讲一下。首先我们看图上，在制作的时候，目前正面和反面是没有特别大的区分的意义的。那么现在视频上黄色双箭头的方向，那么是我们的这个布料的纬线，也就是面料的宽度。那么绿色箭头呢是我们的面料的长度，也就是它的这个经线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用黄色箭头和绿色箭头，实际上这里是一个直角。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了，因为我们要做协调45度的协调，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么一个直角。那么
我们拉出来的，你现在看到黄色箭头是比绿色箭头短，但是那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拍摄角度的问题。那实际上它们两个现在是以一个等腰三角形、直角三角形的形状拉出来的。所以你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拉出来的时候，你把它折叠过来了之后，你的一定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那么我们拉到一定的这个我们需要的，或者说是我们允许我们拉到的最大的宽度的时候，也就是它的底边最大的底边的时候，我们可以停下来，然后用熨斗先把这条边，就是折叠的这条边先熨出一条折痕来。那么我们现在继续沿着刚才的这个方向，继续把这个等腰直角三角形继续往下拉，那要拉到多宽呢？我们刚才也讲过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贴边，取的是5厘米，其中两侧各有1厘米的是这个缝缝，也就是说我们实际的织层宽，你可以看到的地方是3厘米，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做这个，我们保证我们的协调，就是其他地方要做的贴边。那么和我们的这个大襟贴边保持一样的宽度，所以我们也是做5厘米。那么我们传统的方法制作协调呢，是4条一起平行的4条一起裁，所以说那我们的宽度就是5乘以4，20厘米宽啊。那我们展开把这2条折痕熨烫之后，然后展开看这2条平行线之间的距离就是20厘米。那么等于我们现在要剪裁的是一个平行四边形，那它的锐角的这个地方呢是45度。那你可以看到现在画面上最上面那个三角形是个等腰直角三角形，它的角度是45度。那么我们的这个画面上中间的这块平行四边形下面的锐角也是45度，因为它是顺着那个平行下来的，它是布边布边这块我们就可以不用处理了。当然，我们选取的面料可能有所不同。那么，我在这里我是不用处理的。你如果选取的面料跟我不一样，那你就要自己重新再画，在这个短的平行四边形的这个短边的高的这个地方，你要重新画一个45度的这个斜角，然后保证它这个我们的平行四边形的锐角也是45度，因为我们一定要做正斜丝，一定是45度角的啊。现在我们要再把右侧的这个平行四边形的腰，把它再做成一个45度的锐角，上角是45度锐角。然后我们把这个已经裁好的这个正协调的这个平行四边形正面相对折成等宽的这个一个长条就正面相对折2折之后，它就成了4条。然后我们用熨斗熨一下，把它的折痕熨出来。记住，是要把正面折在里面，这个很重要，因为之后你再进行裁切这个协调的时候，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比较好的来进行剪你的这个正协调现在在图面上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现在是4条等宽的这个平行线平行条，它连在一起的还没有裁开。那用熨斗将这个折痕定型的这一步是不能省略的，因为之后我们要沿着这个熨斗的痕迹来进行剪裁。好，现在我们把这个大的这个协调，我们让它正面向上。那么右下角是一个锐角，我们现在是在画面上是折起来了的。那左边的这个锐角我们也向下折起来了，以至于我在那里写了一个 WS round side up，就是那个地方现在是 round side up，因为它折过来了嘛。OK，整体的实际上是正面向上的，像这样摆。那么现在就是如图所示的，你要把右侧的这个锐角折一半上去，折成一个三角形，然后左侧的整个大角4条一起的这个大的角直角，你要把它往下折，然后再形成一个三角形。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右下角的这个锐角，我们拉近一点看，那么你可以看到把锐角向上翻折，
那么现在黄色的这根，在正中间的这根黄色实线平行的，水平的黄色实线呢，是正中间的这个那个熨烫的痕迹。那么我们的这个三角往上折过去了之后，实际上它要超出这根中心线，超出一点点。那它的边缘部分也是和边缘部分对齐的。那然后我们缝合则是按照画面上绿色的这条实线来缝合，那么缝合到2条黄色实线交界点的地方。那刚才讲的这根垂直的黄色实线，它超出这根黄色实线水平线超出去的这一小一段，实际上就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缝缝了就是绿色实线和边缘部分的缝缝稍微比那个大一点点，但差不多。那么就是注意一下，那个缝合的指点是2条黄色实线的交叉点不要缝多了。那么这个平行四边形的这块布条的左侧这个大的三角呢，我们是把它的锐角从上往下折叠出来，折叠出这个如图所示的这个三角形。那也是一样的，黄色的实线呢是整条它的布边，那么黄色的虚线呢是我们的缝纫线。那么在右下角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它也是超出了最底边的OK， 我们缝纫呢是按照黄色虚线来缝纫，虚线和实线之间的距离是缝缝。那么你要保证刚才的小三角的缝缝和现在的这个大三角的缝缝是一样的，好，然后我们现在从小的折出来的这个小的三角的这边，这个正中间的这根折痕，往那个另外一端沿着这个折痕一直剪。那大家可以看到，在大三角那边我画的是虚线，意思是告诉你，你只剪最下面那一层，你不要把连上面那个三角你也剪了一直剪到那个大三角的端点处OK， 剪到最端点处就可以了。而且只剪下面这一层，你不要连上面那个三角一起剪了。然后我们把这个已经变成2条宽的这个斜条，我们再让它正面向下，然后沿着黄线，也就是它的这2条的中线部分的这个熨烫痕迹，再继续从中间一直剪到另外一边的小三角，也是一样的，不要剪到这个小三角的第2层布。那因为现在我们是背面向上，就是直接沿黄线一直剪到现在这个最右侧的这个三角的端点的地方就行了。那么在最右侧的这个最右端呢，它的下方你现在看不到的地方，它盖住的是那个小三角，小三角那块布不要剪好，现在我们鞋料做好了，那么根据我们自己制作的需要呢，你可以再利用你的剩余布料制作多种不同宽度、不同长度的这个鞋条你自己操作。现在我们把除领片以外的其他所有裁片进行锁边包括鞋料一般3线绷缝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没有这个绷缝机的话，你可能是需要用缝纫机的这个锁边的线机来进行锁边，或者你也可以手工锁边。好，我们的面料已经锁边好了，下面进行缝合。首先是缝合大襟和侧缝的贴边。那么我们刚才也讲过了，这里再讲一下。那紫色箭头呢是我们的前中线，我们这里是有那个缝缝的，所以要把缝缝要折一下，固定之后再缝合。侧缝这里2个箭头一个黄色的箭头，然后这里呢其实。我们已经把这个贴边在岔口处的贴边我们已经折上去了，大家看图可以看出来。那但是黄色箭头指的这里呢，我们并没有把它在侧缝处完全缝合这个贴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做岔口的这个贴边处理，所以我们先预留出我们的贴边的这个长度，我们的贴边的宽度，我们贴边的宽度是3厘米，刚才也讲过了，所以这里要在岔口这里要保留3厘米暂时不要缝合。然后就是如果你们跟我一样做的是左开襟的话，那么现在就是大襟贴面和大襟正面相对，然后沿黄色的这个实线
进行缝合。缝合到哪里？刚才讲了，缝合到黄色箭头那里，留3厘米的开叉的部位不要缝合。那如果你是这个就是你是做右开襟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让这个大襟贴面和你的大襟前片大襟，它们也是正面相对，然后沿黄线缝合。只不过如果在从图像上来看，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大襟的贴边部是盖在这个大襟部的下面的因为正反不一样嘛。你自己摆一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然后缝合好了之后，把它翻折到，把那个贴边翻折到这个大襟的内侧，然后整理平整熨烫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缝合这个小底襟和小襟，那么也是让它们2个正面相对，那么分别就是小底襟是黄色实线，那个小襟是绿色实线，将这2条线对齐，让2片布正面相对，对齐了之后缝合，然后再分缝烫开它们的缝缝，整理好，整理平整。那么接下来呢，来做这个领圈的包边，做它的领托，实际上就是一个包边的过程。那个我用的是这个4厘米的一个包边条，是不同的材质的。那么你自己做的时候，也可以选用不同颜色的来作为配色什么的，这个你是自己可以选的。但是它的宽度一定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首先你缝合的时候，你的缝缝在包边的时候，你的缝缝我们在领圈的地方，你如果留的0.8厘米，那么你的这个在计算你的领托的这个包边条的宽度的时候，你就要用如果你的缝缝是0.8厘米的话，那么你就要先加上0.8厘米进去。那么你再因为是正面相对，2个面料正面相对，然后再把它包住你的缝缝之后，再在内侧撩缝，那么你会要再加上你的缝缝，等于你有4个0.8厘米4个0.8厘米，再加上你的0.1到0.2厘米的这个布料的宽度，就是你的实际面料的宽度厚度是0.1到0.2厘米，这个要看的厚的话就多一点，薄的话就0.1厘米就可以了。但是脑的做法呢，它并不建议你把这个领托做得过厚。虽然你的这个缝缝你的领圈的缝缝你留的是0.8厘米，那么你在第一次把这个就是如图所示的，你把这个就是这个协调包边布和它的正面和领圈的正面相对，你缝合1圈了之后，那么你需要修剪缝缝的，因为在领圈部分它0.8这个领托就太宽了，就有点喧宾夺主。那一般是修剪到0.4厘米的宽度之后，再进行包边和后面的手针撩缝的过程。所以说你实际上你的宽度，你这个包边条的宽度的计算，那其实应该是0.8，然后加上0.4乘以3，然后再加上布料的厚度，那么是0.1到0.2厘米。那么这个是你至少要的这个包边条的领托的包边条的这个的宽度了。那我是建议你再稍微多留个0.3厘米左右，那这样子也给你自己一点余量，因为新手来做的话，你不一定就是刚刚好做到这个样子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领圈的内侧，也就是布料的反面。那我这里写了个0.4厘米，大家可以看到我在第一次缝合2个缝合滚边布的时候的线迹。那么0.4厘米那里表示就是你在第一次缝合之后，你要把缝缝整体的缝缝把它修剪一半下来
修剪一半下来，也就是0.4厘米，保留0.4厘米的这个地方的缝缝。然后我们把这个包边布向领圈内侧，向领圈的反面啊，然后折一次，然后再折一次，盖住盖住我们第一次的这个缝合的时候的线迹，要盖住这个线迹，然后再用手针把它撩缝，就是如视频中这样，撩缝在这个领圈的内侧，正面不要露出线迹来啊，要注意。还有就是，前中线领圈在前中线的这个地方，你的这个滚边布是要把它包住的啊，大家仔细看一下，把它包住的。那包的方法有很多种呢，你可以在第一次，就是最开始的第一步，把那个滚边条与那个领圈缝合的时候，你就已经折好啊，在端点处折好，然后来进行缝合，你就已经折进去了。那你也可以就是，先把这个滚边布在领头的地方多出来一个宽度和缝缝，大概你就留个1.5厘米多出来，然后绕到后面去包住这个领头，夹住这个领头处，然后先缝一个缝缝进去，然后再把它折过来啊，然后就是把它包住了之后，来等于是你在领头处你是3层，那么等于是你的包边布夹住了这个，从外侧夹住了你的这个领头处，那么在领头处你是3层，因为刚刚不是说折进去了1.5厘米的样子吗？最好是1厘米了，然后这样子再继续缝一圈了之后，你再往里面刚才说的1折2折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把它翻过来，然后这个时候再折着缝啊，可能这样会更平整一些。但是总归你在这里一定要慢慢的来做，让整个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总归要让这里显得很平整才可以啊。领子永远是第一个别人看到的地方。好，接下来我们来做立领。大家在视频上你可以看到我左右各打的一个黄色箭头。那么在这里呢，我是把这个2片立领的领面和领底是正面相对的啊，而且我因为用的是比较厚的这个比较厚的灯芯绒布，所以我没有做树枝衬啊。你如果用薄的话，你要先敷上领面，你要敷上树枝衬之后再来做这一步。那么在黄色箭头的这2处的地方呢，你要把这个领圈部分的这个缝缝折好，折好了之后再缝合3边。那就是我这已经是缝合好的了，你可以看着我的线迹怎么缝合3边。那么因为我们做的是假领子，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2端黄色箭头这里我们是不会留开口的，而是直接把它缝上去了。那缝好之后呢，在这个立领的领头弯弧线的地方打上剪口，那把正面翻到外面熨烫，平整。立领的领圈处的缝缝，我们就是先把这个缝合好之后，我们先把这个正面翻到外面来，然后把立领领圈处的缝缝向内折，我们把形状先折好，然后熨烫定型。然后再用长针缝把领圈部位的这个开口的这个地方，再用长针缝把它撩缝在一起，不要露出线迹来啊，再熨烫平整。好，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怎么来做其他部位的贴边。那么一个是叉口，一个是底边，那还有就是袖口。那么最重要的是在叉口地方，这个贴边和转角的地方是有特殊的处理的。那么如现在画面上所展示的，那么这个正方黄色的正方形，那画在这个我们的现在是包边条，这个包边条它是正面向上反面向上，然后我们把它的端点部分，然后如图所示的给它折过来。那这个正方形显示就是我们折过来了之后，那么折角这个地方沿着这个黄色正方形的这个地方是你折过来的边，需要
和它的那个两边是要形成一个垂直这样一个垂直的一个角度的。好，就是我们虽然没有做这个滚边，我们做的是贴边，但是你要处理得好，你在贴边的内侧，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宝剑头的这么一个处理方式，所以也要做得很精细才可以。好，我们现在以这个后片的左侧下角从岔口到底边，这个折角的部分为例来讲解怎么样来做岔口的贴边以及转角处的贴边。那首先，我们现在前片是正面向上，那我们的这个滚边条贴边条是反面向上，也就是说它们两个是正面相对的。那么在这个侧边的白色五角星这里呢，是我们的这个岔口的剪口处。那么你们看到现在我们把这个贴边条按照刚才所讲的方式把它折成一个直角了之后，那么我们折过来的这条垂直于侧缝的这条边呢，也就是这个白色的这个，也就是要对应我们的这个白色的五角星，也就是岔口开口的地方，这条折过来的边一定要对齐这个岔口开口的地方，也就是说上面的这个小三角实际上是往上伸出去了，那伸出去的部分我们可以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它其实和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五角星右侧的这个垂直线，它是同样长度的，也就是我们的贴边面料的长度OK， 然后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图上所示的方向，那个排列方向，把这个贴边布沿着这个侧缝一直摆到这个底边和侧缝的折角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如图所示，将它折起来折起来，也就是横着的底边这个位置。那么它折起来的部分是盖在这个侧缝的这个贴边的下面的。那么它折起来之后，其实还是在黄色虚线这个地方，是它折过来了之后折线的位置。它折过去了之后，实际上还是一个等腰的直角三角形。那黄色的线呢？黄色的虚线实际上是这个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那我们在缝纫的时候，就是沿着白色的虚线，先从这个侧缝开叉处往上这个折的三角处的顶点这里沿这个缝缝线开始，也就是这个白色虚线往下缝合，一直缝合到头一直缝合到超出底边的这个缝缝线，然后我们再在缝纫这个底边的这个将这个贴面与这个大身的底边前片的底边缝合在一起，沿着现在水平的这条白色的虚线，那也是从含缝缝的最外侧这样来进行缝合。它们的交点其实与这个现在我们是以黄色虚线表明的这个折叠起来的余量盖在这个侧缝的这个贴边下面的。那么在这三条线相交的地方它们在这里汇合。那所以你在缝纫的时候，一定要保证你的缝缝是均匀的，然后你的缝合的时候，你的那个缝纫机走的也是均匀的。这样子，我们缝好了之后，我们把这个贴边翻到反面去，翻到这个前片的反面去，折角折好了之后，那么它整个就是会形成一个很完美的折角的表现的样子出来。然后我们再翻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折角最尖端的这个小的这个正方形的地方，把它这个尖角剪平方便你翻过去，之后不会在折角处有鼓包，这样子翻不平整。后我们把这个贴边翻到一身的反面了之后，我们就看到就是那个图片上如图的形状。
好，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怎么做这个大襟前片大襟侧缝处的这个插口。那这里因为涉及到我们的大襟贴边是单独做的，所以说你其实也有一个偷懒的法子，就是你这个大襟的贴边，你不要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个方式，就是完全按照大襟的形状去做。那么你把贴边做的再窄一点，现在5厘米可能比较不容易处理。你如果做的是4厘米，那么你的最终完成贴边是2厘米的话，那么实际上它的大襟的这个弧度，有一个固定长度的这种协调来做的话，不会影响它的形状的。那么我因为在实际制作的时候我还没想好，所以我在剪裁贴边的时候我剪的是6厘米。我在剪裁这个大襟贴边的时候我剪的是6厘米，然后我在剪裁其他部位贴边的时候我剪裁的是5厘米。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如图所示的我的这两个贴边是相差了有这个1厘米的这个相差了1厘米的。那但是如果你要把这个大襟的贴边和底边插口的贴边都连在一起做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你这个右前襟开襟的这个地方，你就没有办法在插口处做一个保箭头了。那为了对称呢，最好还是分开来做。那么但是你就把它做成一样宽度了。那么现在在这个视频上大家看到的是我的因为我做的是左开襟嘛，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方位的，你不用太纠结。那你做右开襟的话，就反过来就可以了。那么就是布料的顺序是一样的。好 ，OK， 左右是不一样，但是顺序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个白色五角星的地方是插口，那么放在最上层的是已经折好了这个保箭头的这个贴边布料，并且贴边布料本身是和这个大身它们两个是正面相对的。那么第二层好夹在第二层就是我们的之前单独裁的这个贴边布料，那我们已经把它的这个底下的这个缝缝贴边的缝缝已经往上折起来了。这个在之前的步骤也有讲到了。那么标号为3的就是我们的大身的面料了，所以它的顺序是这样来摆放的。好，我们放大一点，只看这个部位，那就可以看到绿色五角星是插口支点。那么标号为1的是我们单独的这个插口处的这个贴边面料已经折好了这个小三角，那么它是放在最上面这层，标号为1。那标号为2的是我们单独裁剪的这个贴边面料，那么这里有一部分是折上去了的，大家看到那是我们就是做的这个贴边的余量。那你可以把它剪裁来只剩缝缝，那也可以像我这样余量我就全部都折上去然后这是第二层，从上往下的第二层，标号为2。那么最下面的这一层就是我们的大襟面料它是正面向上的那么等于是我们的大襟和我们的插口的这个贴边面料，它们两个正面相对，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大襟本身的这个贴边夹在中间了。好。接下来，贴边在转角处的处理，那么和刚才讲的是有一点点区别，区别就在于刚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绿色箭头的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是把这个折角处的这个折角倾倒的方向是朝我们的侧缝处倾倒的，所以你看，这个图片它是在这个它的重叠是在这个绿色箭头指的这里。那么我们刚才在讲那个后片的左侧插口那里的转角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它倾倒的地方是在底边，也就是蓝色箭头指的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就是在制作的时候最好是保持一致。你如果最开始如果其中一个你是向侧缝倾倒的，那你所有的都是向侧缝倾倒；如果是朝底边倾倒的，那你所有都是向底边倾倒。这个没有一定的，但是你要保持一致就可以了。那如果你做的是这个
右开襟的话，那么这几片面料它的这个贴边，它的顺序还是不变的，只不过方向变了。就是比如说现在你图上你看到的，它的这个贴边的这个三角导向的是侧缝方向，那因为开襟换到右边的，它其实还是导向侧向方向，只不过跟你现在图上看到这个它是导的方向好像是反过来的一样的。你就记住你的这个折角永远这个直角的这条边永远是在侧缝上就可以了。然后将它们贴边和大身的面料进行缝合。那这个时候，我们之前在讲这个大襟的贴边的时候，我们在底部靠近叉口的地方，我们留了3厘米的这个空隙，是作为余量，以防待会儿会要就是缝合贴边的时候会要用到。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把贴边对齐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那个余量补上了。那么就是缝合的方式还是照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后片的左侧转角处的这个是一样的缝合。那么现在这个大图你也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我的这个缝基线是在哪里。OK。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是，左开襟的时候，那么在底襟部位的这个开叉处的这个贴边的排列的顺序。那我也同样的也用这个数字标明了，最上层是我们的叉口贴边，中间是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小底襟的底端部分，在叉口处的底端部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后片的这个大身在叉口处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后片的面部是正面向上的啊。那么你做的如果是右开襟的话，实际上也是它的这个顺序还是一样的。那么也是让这个贴边和这个后片的大身面料，是两个是正面相对的，然后把这个底襟在叉口处的部分夹在它们两个中间，也是一样的啊，就是只不过因为我们方向反了之后，它还是像刚才我讲的一样的。你现在图上看到它的这个直角是在侧缝上来，但是因为它的方向是这样子的，好像它是只朝左边来折的直角。那么你如果做右开襟的时候，它就朝向另外一个方向的，但是它的直角边不管朝左朝右，你在做这个贴边的时候，你折出来的这个直角边永远是在侧缝线上的。然后我们按照刚才教的方法，把叉口和底边的这个贴边全部都缝合好，然后把它翻到正面熨烫平整啊。好，然后我们来处理袖口的贴边，那让贴边部和袖口正面相对，直接缝合。那这里呢，袖口的处理呢，我们讨个巧，我们先不把这个袖口的贴边朝向里边来进行熨烫。因为接下来我们在缝合侧缝和袖口底边的时候，我们直接就把这个袖口直接缝合到这个摊开的这个袖口的贴边的边缘部分，直接缝合了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袖口处的贴边给它内折再熨烫，这样处理起来会更加的平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缝合侧缝及这个袖底边。那么我们在叉口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宝剑头的这个叉角，也就是白色箭头指向的地方，一定要对齐之后再进行侧缝和袖底边的缝合。你要是拿不准的话，你可以先梳缝，在叉口处梳缝，将它们定位之后，再来进行缝合。这个地方一定要对得很齐才可以。好，侧缝缝合好之后，侧缝和袖底边缝合好之后呢，我们把面料的正面翻出，就成为如图的样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用手针将我们的贴边贴边部分的另外一边，把它内扣缝缝，并用手针将它固定在衣服的这个反面。那么在缝的时候呢，就是用心点缝。那么或者是撩缝，总之在正面不要露出线迹出来。这是袖口处的贴边
缝制完成后的样子。好，接下来就是一些比较细节的最后的收尾工作呢。那我们之前是给领圈包了边，那我们做的是这个假领子，所以我们现在用撩缝针法将这个我们的立领撩缝在这个领圈的包边的内侧，那么它的底边和这个包边的底边部分是平行的。那我们对齐了左右的领头之后呢，那把这个立领撩缝上去。那如果有些时候夏天或者比较热的时候，你不想要你穿这个立领，你可以直接把它这个线拆了，就可以作为一个无领的挂衫来穿。那么在那个画面上绿色箭头所指的这个衣身反面的这个线迹呢，是缝这个盘扣的时候留下的线迹，绿色箭头。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款式上面呢，我们的第一排领口处的这个立领的盘扣是缝在这个就是缝在这个不是缝在领子上，而是缝在这个领圈接近领圈的这个地方，是在衣身的领口上的啊。同时也是在差不多的位置，我们要缝这个hook and eyes 这个大扣啦，那个大扣来固定这个领口，不要豁开啊。但是小女孩的话，穿这个裙子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大扣是不是不一定是需要的，因为小朋友的话，你把这里弄得领部弄得太紧了的话，可能还不一定舒服了。那你也可以在这里就是直接装盘扣就可以了，你也可以不用做这个，那看你自己的需要了。这是领头另外一侧的这个大扣，以及第一排的这个领口处的这个盘扣的在背面的缝迹。接下来就是缝盘扣和那个暗扣。那么在这一件衣服上，我做了缝了5个盘扣。那这个盘扣的缝制呢，那纽头一般是在大襟上面，那纽盼呢一般是在这个底襟和小襟上面。那不管你是朝哪边开襟，你总归是这个规则就可以了。至于暗扣呢，那么在开襟处的中段中间的中点部分做一个，然后在这个侧缝大襟的起点处做一个。那如果有必要的话，在侧缝的中点再做一个就可以了。好，上扣完成之后呢，那我们的这个平裁的 A 摆这个倒大袖女童旗袍就完成了。那如果大家还要想学这个怎么样制作这个直扣，包括盘纽头和怎么缝上这个衣身那我们店里面有专门的一个工艺视频讲这个的，大家可以单独购买就可以了。包括这个在岔口处打岔结的这个教程也是可以单独购买的。那因为这个旗袍是一个比较宽松的 A 摆旗袍，所以我也就没有在这里打岔结。那如果你做的是比较薄的面料的话，那还是需要在岔口处打岔结，以固定它不要撕开的。